是什么让人头秃？凭什么韩国人熬夜不脱发，英国满大街都是秃头？秃！在英国，就连路边的一只小鸟也免不了秃头的命运。秃头就像是英国男性的宿命，就连英国王室都逃不掉。反观韩国的 idol 们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个个发量茂密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？这是一份2024年各国男性秃头百分比的统计数据。内容显示，英国男性排名第5，脱发率为 39.23%， 捷克共和国以 42.79% 稳居榜首。前20名里，除了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，欧洲国家足足占了17个。有研究表明，脱发基因不但具有家族遗传性，还存在种族遗传。高加索人，也就是白种人，比其他种族更容易秃头。此外，在英国为啥是脱发重灾区，韩国人熬夜不脱发的各类讨论中，多数人都提及是水质问题。他们认为韩国的水质更软，洗脸洗头更温和，而欧洲的自来水中含有较多的钙、镁等离子，会导致洗头时头发易断，影响头皮和发质。根据这点，有人甚至还列出了英国最不适合洗头的10大城市。这时有人会说，我们亚洲年轻人的头顶也不见得有多茂密啊。确实如此，我国的脱发人群正在以 15% 到 18% 的速度增长。90后脱发比例高达 36.1%， 80后脱发比例更是达到了 38.5%。现在韩国也并非像想象中的发量王者，他们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出现脱发，秃头似乎已经突破了人种的限制，且越来越呈现年轻化的现象。那么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陷入了脱发危机呢？一方面来自遗传，这个可以通过观察自己家里长辈有无脱发情况来做简单判断。另一方面来自不良的生活习惯，现在年轻人熬夜、精神压力大、饮食不当，这些都会导致脱发。此外，遗传了脱发基因的年轻人，如果同时还存在不良的生活习惯，那么你原本可能50几岁才秃，结果现在年纪轻轻20-30岁就开始脱发了。总的来说，当不利因素持续破坏，我们的毛囊就开始萎缩，周围的毛细血管出现供血不足，头发就会逐渐变细软，直至脱落。而我因为家族遗传，也早早地加入了脱发大军。我还去3甲皮肤科挂了个号，然后就开始用这个 5% 的米诺地尔。米诺地尔也不用我多说，是经过 FDA 认证的，目前唯一能够有效治疗脱发的外用药物。据说能舒张血管，打开毛囊供血通道，激活萎缩毛囊。结果我用了1个月，头发像蒲公英一样一碰就散落。我当时还以为是副作用，差点就放弃了。后来在网上搜了搜，发现这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狂脱期。不健康的头发大概会持续脱落3周，而且总归要掉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会来。后面我坚持使用，掉发情况开始慢慢恢复正常，3个月后发量终于开始变多了。但有一点不太方便的是，我对丙二醇过敏，头发像被蚂蚁咬一样痒，皮屑也多了起来。而市面上的米诺喷剂里都添加有丙二醇，没办法，我只能一直搭配着抑菌洗发水使用。但好在今年国内终于有了不含丙二醇的泡沫剂型，使用起来更加清爽不油腻，并且药物吸收速度也更快了，起效也会更快些。总的来说，应对脱发是一场持久战，只要用对产品和坚持使用，结果还是不错的。我的感觉是，早预防可以提前保持发量，早治疗可以多留存，多拯救毛囊。